兔子试图演奏教堂的风琴，骑士与巨大的蜗牛搏斗，裸男用屁股吹小号。从中世纪开始，这些离奇的图案便常常出现在最珍贵书籍的空白处。它们通常由僧侣、修女和城市工匠以松鼠毫笔画在牛皮纸和羊皮纸上。这些插图往往会讲述不同于文字的另一个故事，但同样精彩。一些图画会出现在很多不同的泥金装饰手抄本中，通常可以强化书籍内容的宗教色彩。例如，一只豪猪用自己的刺插起水果，这可能象征着恶魔偷窃了信仰之果，或是耶稣承担了人类的罪孽。在中世纪的传说中，只有当独角兽把脚放在处女的大腿上时，猎人才能捕获它，因此独角兽可能象征着性的诱惑，或是耶稣被敌人俘虏。而兔子象征着人类好色的天性，但可以通过谱写神圣的音乐而得到救赎，尽管他们失败了。中世纪的欧洲人通过其他艺术形式和口头传统已经熟悉了上述例子，尽管其中的一些随着时间流逝已经变得更诡谲。如今没人能确切地说出骑士大战蜗牛表达了何种常见主题，或者为什么骑士似乎总是会输。蜗牛或许象征着无法避免的死亡，即使最强大的骑士也会被它击败，或者可能代表着谦逊，而骑士需要克服自己的骄傲。许多泥金装饰手抄本都是宗教或古典文本的复制本，而书籍的制作人将自己的想法和观念融入了插图里。例如，屁股吹大号可能是简单的表达不赞同，或是讽刺文章中的做法。这些插图也可用于做出颠覆性的政治评论。史密斯菲尔德法令的文本详细地记载了教会法和对违法者的惩罚，但是空白处却画着狐狸被鹅吊死的图，这可能暗示平民反抗强大的压迫者。在英国编年史里，马修·帕里斯概述了那个年代的一桩丑闻：威尔士亲王格瑞芬从伦敦塔上坠落而死。帕里斯写道，一些人认为亲王是失足坠落，但其他人觉得他是被人推下去的。他在空白处加上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亲王之所以会坠亡，是由于他试图用床单做成绳子逃跑。还有一些书籍的空白处讲述了更私人的故事。中世纪奇幻生物是受杰弗里·卢特雷尔爵士委托而制作的一本关于赞美诗和祝祷文的书籍。书中有这样一幅画：一个年轻女人刚做好头发，而一个年轻男人用网捕捉了一只鸟。男人头上剃掉的头发刚刚长出来，这表明他是一位玩忽职守的牧师。这幅画暗指一桩家庭丑闻，即一个年轻的牧师和杰弗里爵士的女儿伊丽莎白私奔了。可能是这家人的宗教导师画了这幅画，以提醒这家人他们的失败，并鼓励他们在宗教方面继续努力。一些艺术家甚至把自己画进了手抄本中。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作品集的卷首图中就描绘了德皮桑将这本书献给法兰西女王的场景。女王对德皮桑之前的作品印象深刻，因此她委托他人为自己制作了副本。来自皇家的资助让德皮桑得以在巴黎开了自己的出版社。泥金装饰手抄本的传统持续了上千年，这些书籍由个人或团队制作，用途广泛，包括私人祈祷的辅助用品、教堂的祈祷书、课本和带上战场的护身符。虽然形式千变万化，但这些书籍上空白处的奇异插画都提供了独特的窗口，让我们得以了解中世纪艺术家的想法。如果您对学习历史怀有热忱，欢迎订阅此频道，因为历史中得来的教训能帮助我们面对当下的挑战。